那你见到了吗？你可千万别上当受骗。看嘛，你说的不至于，人家骗我干嘛呀？挺好的一个人。挺好的，人家都结婚了，孩子都多大了？你怎么连这些都知道了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去他单位一打听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现在真是本事了，厉害了，连这些都能打听出来。小凤啊，咱们家是有规矩的人家，人家已经结婚了，你可千万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。你要为自己的感情好好考虑考虑。你妈妈说的对，人呐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感情和欲望，更何况又不是什么小孩子了。放心吧，爸妈，我承认我一开始是我喜欢他，我去找他，后来我知道他有家庭以后，我告诉自己我不会越过这一步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说的好听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干嘛还约人家？不光今天找他，我以后也找他。但是我们的感情很单纯，我就是想单纯的去关心他。你管得着吗？妈，你看他。小凤啊，你这是为什么呢？明知道你们不可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关心他呢？因为他就是救过我2次的那个人。嗯，小芳，没搞错吧？这也太巧了。所以我今天找他就是想跟他解释这件事情，可是他没有来。肯定是你太热情了，人家不敢来了。不管他是怎么想，在我的心里，我希望他一辈子幸福。那是应该的，我们希望他，祈祷他一辈子幸福。但是，小凤啊，这老天不会安排错的，也许你们的缘分不在这儿。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放心吧。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，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，看到你依然在雨里，背对着我独自哭泣，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。喂，你好，是小程吗？我是阳光儿童基金会的夏老师啊。哎，夏老师，你好，是我。我们基金会呢是想和你合作，举办一次摄影展。拍卖得来的资金呢，一半由你支配，另外一半呢，我们想全部捐献给福利院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啊，那太好了，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但是我希望，我这个摄影展所有拍卖下来的资金全部都捐给福利院。那太好了，我先代表基金会呢，谢谢你。啊，不会。具体事宜呢，我一会儿换封邮件给你。有什么问题，你随时和我沟通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
来了，快坐。来很久了吗？我一直约你，你都不理我。今天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？上次我们见面，我说的太多了。如果有什么地方让你误会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。误会？我能有什么误会啊？赵晨晨爸爸，你想太多了。你看你又来了，别老把我当成你的对立面好不好？我还是很珍惜我们以前的日子的。你看你又来了，又说以前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是认真的，婉萍。怎么说以前都是我辜负了你，对不起你。可老天爷让我们再一次相遇，我相信就是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能够弥补我以前的过错。哎呦，你把老天爷都搬出来了，那我还觉得老天爷是在故意捉弄我呢。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补偿你的，婉萍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我想，我可能能够帮助你。我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过得挺好。是。可我从上面了解到，你不是还没转正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婉萍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够帮到你的。我就是想说，千万别把我们以前的恩怨也好，不开心也好，殃及到我的孩子。算了，求求你。回来了，老公。啊，今天回来挺早的嘛。哎呀，和一个供货商吃完午饭就回来了。哦，你干嘛呢？修照片呀。把老照片都找出来了。今天阳光基金会老师给我打电话，他们说要给我办一个个人摄影作品展。哟，这好事儿啊，给你办一个个人影展啊。不过这是一个公益活动，收益的全部要捐给慈善机构。这些照片有人买吗？干嘛一副看不起我拍照片的样子？瞧你说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你老公，我瞧不起你啊！我瞧不起你，不就瞧不起我自个儿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哎，我想这照片洗洗又是一张，它不像国画、油画什么的独一无二的呀。哎呀，卖照片的只是一个由头嘛，主要呢还是筹款给福利院，估计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些企业资助吧。哎，是啊，咱们可以请一些有实力的台面人物来参加呀。这方面的事情呢不归我管，我只负责照片，至于他们请什么人，那是他们的事儿。哎，这样，老婆，我觉得啊，既然是一件善事儿，咱们就不应该是小范围的，得把它办的影响力越大越好。我又不是什么名人，做那么大干嘛呀？那就因为没名才要办大呀，知名度都是靠大家伙捧出来的呀。老婆啊，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太低调了。
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低调的人最容易吃亏了。咱爸认识那么多的老板，行业龙头老大，你说这么大的资源，这么好的资源，咱不好好利用太浪费了。哎，你看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有一个好的计划就产生了。有一个好的计划。老公，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呀？要不说，你看定位很重要啊。我给你请一个人，你一定会感到惊喜的。Hello， 哎，子月姐早。哎，你这件衣服好看。你怎么就有这个愿意？子月啊，哎，头儿。我上次让你拍的那个雨水园拍了吗？哦，上次那个老板没来，就没拍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联系了那个玉雕大师朱良先生，他曾受教于新疆和上海两地若干位大师级的人物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现在拍卖的很多翡翠挂件，都是他的作品。咱们杂志社下一期的专题就想做这个。好啊，正好啊，朱大师今天下午有空，你去采访采访他，拍些照片。行，没问题。爸，思婉，不是说你要去见个客户，怎么还没走啊？啊，约到下午还有时间。哦，我有件事情想麻烦您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子越不是经常在参加一个叫阳光基金会的活动吗？这我知道啊。这个基金会准备给他办一个影展，义卖的钱全部捐给基金会。哦，月月要办个人影展，这是好事啊。是不是资金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资金上没有什么问题。您不是认识很多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吗？您看您是否方便亲自邀请他们一下？只要这些贵宾能来观展，一定会给子越这次影展增色不少的。这个，我列了一个名单，看一下。哦，思文呐，不就是因为一个个人影展吗？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吗？再说，这个张总刚上任不久，跟他不是很熟啊。爸，只要您亲自邀请他们，他们都会到的。这次影展对月月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。他的性格您知道，内向，从不张扬。可这次不同，他非常重视这次影展。我觉得只要这些贵宾能来，一定会提升子越在圈里的知名度的。这是月月的意思吗？您看，您真是非常了解他，他不会为这件事情来亲自向您张口的。但我真的觉得机会难得，所以就自作主张，替他来求你。我这样想的，论张总现在的地位，只要他能到，其他人都会到。我们跟他把关系搞好，对咱们公司今后的发展是有利无弊的。而且以这个活动去邀请他，一点也不唐突，正好可以顺理成章的跟他把关系拉上。思文，你考虑的很全面。这样吧，抽时间我给你打个电话。爸您辛苦了。来，喝点茶。您好。啊，你是？您好，请问朱良先生在吗？子越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巧。你们俩认识？很见过熟。确实是挺熟的。快请坐吧。来，坐吧。这位就是朱良先生。您好，
我是时代先锋的记者，摄影记者陈子月。哦，你就是陈记者。嗯，你们杂志社的刘社长跟我说过你要过来，请喝茶。谢谢。我还得跟你这位既熟悉又不熟悉的朋友再接着谈点事儿，你请稍后。不急，不急。朱老师，玉你已经看过了，来找您还是那句话，请您出山。不错，这确实是块好玉啊。不过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遍了，我已经封刀不做了，人老了，力不从心了，你还是另请别人吧。朱老师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块玉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您的一件作品《百鸟朝凤》。百鸟朝凤，哦，那可是我的一件早期的作品，知道的人可不多呀。朱老师，我了解您的每一幅作品，但是那幅是我最喜欢的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构思。那块玉哪儿都好，就是天生的柳裂有点多，还有点星星点点的绯色。您没有破坏那块玉，而且用它原来的材质呈现出了最最完善的美。我觉得这很不容易，算是精品当中的精品，我很喜欢。年轻人，看来你可没少做功课呀。所以朱大师，当我看到这块玉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您就是雕刻这块玉的唯一人选。如果我再年轻20岁，那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你。不过现在不行了，毕竟已是60来岁的人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力不从心了。不，朱大师，你听我说，你就不要再说了，我一定不会改变了。喝茶。谢谢。朱老师，我能说几句吗？啊，请讲。您是业界宫内的新派玉雕大师啊，您现在的这个年纪正是出作品的时期，您为什么要拒绝呢？最好时期，怎么讲？在我看来，年轻的玉雕师虽然有精力，但是内涵不够，他们不能赋予玉石最好的生命力。但是您不一样，您不管是从精力还是从阅历，都是最顶峰的时候，这样不正好能给玉石最好生命力的时候吗？我想，这也正是这位先生来请您的原因吧。他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呀。既然你们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也不瞒你们，我这一生确实雕琢过不少的玉石作品，可这些作品真正能够遇到知音的却寥寥无几。这些作品被人们拿去，大多是进行商业炒作，倒手赚钱，而不是为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去真心的收藏。而我为了赋予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付出的心血，却无人问津。这哪里是对待艺术的态度，分明是对艺术的亵渎。对，亵渎。朱老师，虽然我认识这个人，但是并不是因为我认识这个人，我就要帮他说话。只不过我是从他看玉的眼神中看出，他是真的对玉石充满着珍惜和怜爱。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您说的那种人吧？每天来找我要我出山的人太多了，他们个个都跟他一样。他应该不一样啊，因为您看，他的身上透露着一股纯真，可能是别人没有的纯真。您看看吧。真的。所以啊，朱老师，俗话说得好，知音难觅啊，您就答应他吧，好吗？
到底不愧是个记者呀，你很会说话。而且我也看得出，您虽然嘴上一直拒绝，可是您已经非常喜欢这块玉石了，而且应该也对它有了设计的想法吧？看来你不光是嘴会说，眼睛也很厉害呀。那朱老师像您这么说，这事儿您就算答应了？不错，这块玉的确是块好玉啊。那是当然，一块好玉就需要您这样的一流的大师来雕刻它，那否则那就是暴殄天物。对，暴殄天物。说老实话，当我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，我的手就已经开始痒痒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朱老师。啊，你应该多谢谢这位程记者。哦，喝茶。来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开车了吗？啊，今天没有。我送你吧。啊，不用，我打车就行。没事儿，我今天没事儿，我送你吧。走。上次你没去，不过我没想到今天还能遇到你。谢谢你啊，帮我忙。我相信如果时间再久一点的话，朱老师肯定会感受到你的真诚。我呢，只不过是缩短了这个时间而已。你看，我也不能光嘴上谢你，是吧？带你去个地方。你要带我上哪儿啊？别问，跟我走。哎。原来你是做翡翠这一行的。对，一开始是出于兴趣，后来没想到做的还挺好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一90后，就是那种。那种。富的。必须。我是80后，典型的80后。你85的？高了。89。低了。那88。我看着有这么年轻吗？啊？87。怎么了？挺好，挺好的。不过确实是刚才我看到你跟朱老师说话时候的那个样子呢，我确实对你刮目相看了一下。真的？有多刮目？刮目相看还需要解释啊？我这是想让你多夸夸我嘛。挺好，还行，就是……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虚伪。我哪有？说正经的啊，那天我没去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等了很久啊？为什么没来？有事情给耽误了。你那天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件事儿，对，从很久以前。对不起啊。喂。妈妈，你在哪儿？怎么了，宝贝儿？今天我跟黄老师打招呼，他没理我。就为这个呀？妈妈，我好难过，你快回来。好，那妈妈现在有事儿，等一会儿我回家了，我们好好再聊，好吗？乖。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现在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别呀，你跟我说说。你都说了一半，你跟我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很爱我的孩子，但是我同时也热爱着我的工作。我不想做那种整天围着子女转的妈妈，所以我的孩子经常是会被我的公公和婆婆带着。但是我忽略了其实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。我突然觉得我的孩子变得非常的脆弱。你知道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就是告诉我说今天跟老师打招呼，然后老师没有理他，他就受不了了，觉得天塌下来了，觉得很委屈很难受。
就哭鼻子了，就是这样。你没有必要那么自责，我觉得这件事儿很正常。你看，全家人都这么疼着，何况她还是个女孩子，难免有些娇气，很正常。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的。我们再爱他，再疼他，我知道迟早有一天，我们得放手。迟早有一天，他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问题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我要不要带他去一趟福利院，让他跟福利院的孩子们去接触，看看他们的生活，是不是对他会有一些帮助？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。你也这么觉得？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电视节目啊，就是把城里的小孩跟这个农村的小孩两个人对个个儿，让他们去生活。咱且不说这个节目好看还是不好看，我觉得你可以让你的女儿去跟小军做朋友。小军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这个城市孩子没有的朴实，你试试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估计我老公不会同意，他不怎么太支持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觉得其实女孩子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在爱里长大，被所有人宠着。他觉得小孩没有必要从小去接受那些挫折性的教育。而且确实我这个问题呢，跟他也聊过几次，但是他很固执。这很正常，爸爸都疼孩子，特别是女孩小公主嘛。但是我觉得孩子应该早一点从温室出来，让他面对这个世界，及早的学会如何去选择，这个很重要。不过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可能我生了孩子以后，我比你老公还疼女儿，这个很难说。不用解释，我都明白。其实我是他的妈妈呀，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好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让他去受点挫折，也许他将来可以勇敢的去面对挫折。你是个好母亲，这点不要怀疑自己。谢谢。你挺成熟啊。是吧？你现在不像88的了。别人都说呀，87的嘛。真的是没法跟你聊下去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聊天，老是有一种亲近感，不知不觉的跟你吐了那么多苦水，你不会烦我吧？不会，这就是我所希望的。别把我当外人，我们就做一对知心朋友，行吗？行，时间不早了，那个我得先走了。这次呢，姐请你，下次你请。行，你请我，下次我请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怎么会呢？别生气了嘛，行不行？别生气，好宝贝。回来了，妈妈。哎呀，子月呀，你可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晨晨从放学就不高兴，到现在我们一直哄不好。还不高兴呢，小公主啊！来，过来妈妈看看，怎么回事啊？妈妈，为什么黄老师就是不理我？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我呢？哎呀，那是不是今天你上学的时候跟黄老师打招呼，他正在跟其他小朋友打招呼，所以没看见你啊？不是的，他明明看见我，他就是故意不理我的。妈妈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妈妈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是妈妈觉得老师没有理由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晨晨，哟，谁回来了？爸爸回来了，嘿嘿，别不高兴了啊！怎么了这是？这不是吗？今天去上学，黄老师没理他，不高兴了。哟，没打招呼啊？不会吧？我想也不会吧。可是晨晨就觉着这黄老师吧不喜欢他。要不然我们再去找老师聊聊，要不然我怕对孩子的成长心里不好。对，聊什么呀？这话题在咱们家都说了100遍了，动不动没事就去找学校找老师的，你们好意思？我没这脸啊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咱们晨晨身上。晨晨，过来。不要。我看我们就宠你宠坏了，怎么回事那么娇气？再说了，老师为什么平白无故就忽视你一个人啊？啊？我看不是老师的问题，就是你自己胡思乱想想出来的。不是的，黄老师就是不喜欢我，我不要上学了，我不要学校了。你怎么那么任性啊你？
你瞧，就你们把他宠的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行了，有完没完？行，我出去透透风去。哎呀，来，宝贝儿，来，到奶奶这儿来。不害怕啊！奶奶和爷爷一会儿训他去，让他以后不能对你这么凶。不怕，你看不怕。哎呦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闺女啊？我做什么了？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这样，我正在为你做转正的事情呢。赵思文，你别再找借口给我打骚扰电话了，行吗？我不求你对我闺女好，我只求你公平对待你的学生，行不行？哎，还没睡啊？我想跟你聊聊。聊什么呀？你觉不觉得你今天晚上对晨晨有点过分？哎呀，不就教训教训孩子吗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如果孩子犯错误，我们应该跟他讲道理。你怎么能动手打他呢？打孩子怎么了？我还是被我爸打长大的呢。老爷子可说了，不打不成器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是之前咱俩不是说好的吗？不管以后孩子出现什么问题，我们都不能动手打他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简单粗暴啊？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以前我宠着晨晨，替他说话，你说我不好；那现在我教训教训他，你又说我简单粗暴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用正确的态度来教育我们的女儿。正确的态度啊？什么是正确的态度？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是正确的态度呢？反正我就这教育方式，她是我闺女儿，必须适应这种教育方式。反正你就不要在外面受了气，回家撒在我跟晨晨身上就行。我还真跟你说，我在外面从来不受气。要想家里风平浪静的，那你还真得好好检讨检讨你自己。哎，说清楚，我检讨我自己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哎，我懒得跟你吵，每天在公司里边忙得焦头烂额的，我真没精力应付你了。谁跟你吵架了？我们现在不是在说晨晨的事情吗？哎，晨晨的事情就出在晨晨身上。我们做家长的不能老惯着他。你看他现在明目张胆的挑老师的事儿了，说不定以后就挑咱俩的事儿了呢。你看，没两句话你就急吧？你以前从来不这样。反正我想好了，明天我就要带晨晨去福利院，正好明天是周末，我要让他见见那里的小朋友，看看他们的生活，希望他能从他们身上学点东西。我说完了。你觉得有用吗？你觉得晨晨跟那帮小孩在一块儿有什么好处啊？我觉得有用啊，因为我看重的是人品。好，你觉得有用就行，你的教育方式是最棒的。中国好妈妈，我是小狼。嗨，
嗨，还不高兴呢？我再也不理爸爸了。哎呦，好凶哦！其实妈妈觉得呢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的怪爸爸，因为他是着急嘛。谁让你昨天说什么不去上学了呢？对吧？嗨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们来这干嘛呀？妈妈带你来这儿见一个哥哥。谁呀？你见到了就知道了。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电褥子。谢谢阿姨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阿姨的女儿晨晨，这是小军哥哥。小军哥哥好。你好。对了，阿姨，汤叔叔也来了啊，他在哪儿呢？他就在办公室里。好，那我们找他去。好，这拿着。走。汤叔叔，子睿阿姨来了。来了。哎，晨晨。哎，这是汤叔叔。汤叔叔好。晨晨，你妈妈跟我说过好几次你了，我一直都想见你，确实跟我想象的一样，你非常可爱。你好。你好。晨晨，我带你到那边看车好吗？好，那是汤叔叔刚修好的。你来的够早的呀。那不能让2位女士等着我呀。挺好的吗？嗯，挺好。小俊，你带晨晨去你们住的地方参观一下。好啊，阿姨，我想带晨晨到我们种菜的地里去玩，好吗？啊，种菜的地里啊？晨晨从来没去过菜地。走，一块儿去看看。好，走，晨晨。走，快来快来。走。带路啊。晨晨，你还记得上次妈妈带回家的花生吗？记得呀。都是在这里面产生的。真的呀？假的。骗你的，真的。快去，偷偷玩吧。在里面。小可可，能告诉我这种了哪些东西吗？你看，这是我种的彩椒。哎，你看这边全都是，那么多呀。小军哥哥，你教我种菜好不好呀？好，你先学除草吧，好吧？啊，虫子！别害怕，蚯蚓不会咬人的，它们是地里的益虫，它们会松土。小军哥哥，你不害怕呀？他们就是我的朋友，我干嘛害怕呀？那我也不害怕。你看这个多好看。这个。哥。人去哪儿了呢？喂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朱大师这儿呢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啊？不用什么事儿都跟你汇报吧。你看这个东西好好看，你看像个风车一样的。送你了。谢谢。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？可能有杂音吧。喂，喂，我听不太清楚啊。喂。
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，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，看到你一人在雨里，背对着我独自哭泣，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。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，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深陷在想你的轨迹，闭上眼睛泪如潮汐，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的太早，又爱的太少。有没有人让你微笑？有没有人再让你烦恼？那个你不想见的我，还在想你的好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好的连痛苦都忘掉，后悔认识你的太早，初恋情人很难到老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的太早，又爱的太少。